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直至看见肖战的轮椅戏，我才明白什么是来自诚意的破碎感碾压。众所周知，肖战和程毅两位炙手可热的年轻演员，曾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电视剧作品中分别饰演坐轮椅的角色。如此相似的场景，自然让观众们忍不住将他们的表演进行一番深入比较。如今的娱乐圈竞争愈发激烈，若想成为真正的流量小生，仅仅凭借美丽动人的外表是无法长久支撑的，唯有精湛的演技方能立足于此。近段时间以来，备受瞩目的年轻偶像肖战和程毅在各自参演的新剧中，均出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坐轮椅戏份，使得这场对决变得更加引人注目。程毅以其独特的破碎感形象闻名遐迩，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他总能将人物处于极端困境下的痛苦演绎得入木三分。观众们早已习以为常，每当看到他在剧中吐血、流泪，内心深处总会被他那悲痛欲绝的眼神深深打动。据相关数据显示，在其主演的古装剧《琉璃》中，程毅竟有高达42次的吐血戏份，可见这已成为他的独门秘技。而在最新的现代剧《南风知我意》中，程毅饰演的天之骄子傅云深却遭遇了人生的重大挫折，一场严重的车祸不仅使他下肢瘫痪，还让他陷入极度自卑之中。当他与心爱之人朱棹再次相遇时，自尊心瞬间崩塌。观众们看着他坐在轮椅上，浑身伤痕累累的样子，仿佛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剧中人物内心深处从未有过的绝望。相比之下，同样身为当红偶像的肖战在新剧《梦中的那片海》中所经历的坐轮椅戏份则显得截然不同。他在剧中饰演一位英勇无畏的军人角色肖春生，原本是身手矫健的战士，然而在一次执行任务过程中意外受伤，为了拯救战友而导致下肢残疾。对于一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军人而言，突然间不得不离开军营，被迫坐在轮椅上，无疑是人生中最大的打击。肖战成功地将肖春生的痛苦与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深受感动。两位璀璨明星竟然在同一时段出演了类似的轮椅情节，但每个人都以独到的手法揭示出角色内心的挣扎与迷惘。看到程毅极富表现力的外在破碎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而肖战通过对角色内在世界深入剖析，相较之下更让人触动人心。究竟谁的演技更胜一筹呢？不妨让时间来给出答案。在热播电视剧《梦中的那片海》中，肖战饰演的肖春生是一位英勇无畏的军人，因拯救战友而不幸负伤，从此坐上了轮椅。他的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迷茫与挣扎。肖春生曾是一名尽职尽责、英勇善战的军人，在军队中备受尊敬和赞誉。然而命运却给他开了个玩笑，在一次执行紧急救援任务时，为了保护战友，他不惜将自身置于险境，结果导致下肢中弹，身受重伤。就这样，一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军人瞬间变成了轮椅上的残疾人。对于一个历经无数生死考验的战士而言，这无疑是最沉重的打击。肖战在剧中将肖春生的无助和迷茫表现得淋漓尽致。影片中有一幕令人心碎的场景，肖春生孤独地坐在轮椅上，茫然地凝视着窗外，眼中充满了困惑和无助。作为一名曾经热血沸腾、充满活力的军人，如今却只能被动地接受他人的照顾和安排，内心的挫败感可想而知。更为残酷的是，就在肖春生刚刚从重伤中恢复意识之时，他却接连遭遇了一系列打击，不仅遭到了战友的背叛，甚至连原本对他不离不弃的女友也借口离开了他，原因竟是不愿拖累一个残疾之人。剧组对肖春生此时内心的矛盾与纠结进行了细腻入微的刻画，肖战更是巧妙地将愤怒、委屈、
不甘等复杂情感融为一体，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令人感慨万分的是，即使在如此沉重的打击下，肖春生依然未曾完全放弃对生活的希望。他竭尽全力地投入康复训练，只盼有朝一日能再次站立起来，重新追逐心中的梦想。然而，无情的现实却无情地给了他当头棒喝，似乎在嘲笑着他曾经的英雄主义。路上的行人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言辞尖利如针扎，使这位昔日的勇敢战士逐渐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借助演员肖战深厚的演绎功力，观众们仿佛亲身感受到了剧中人物肖春生的内心苦痛与迷茫。他究竟能否再次寻找到生活的真谛？梦想重拾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这种未知的悬念使得这个角色愈发引人入胜。观众们对演员程毅所塑造的破碎感人设早已耳熟能详。在过去的作品中，他多次以精湛的演技成功演绎了吐血这一高难度的情感表达。谈及程毅，观众们首先想到的必定是他那独特的破碎感人设形象。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他所扮演的角色无一不是身处困境之中，承受着物质或精神上的沉重打击，令人不禁为之动容。在他参演的众多作品中，吐血这一情节可谓是频繁出现，屡见不鲜。据相关数据显示，在古装剧《琉璃》的44集中，程毅便有高达42次的吐血场景，可见这已经成为了他展示破碎感的独门绝技。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而言，仅仅是被水呛到都会觉得难以忍受，更何况是吐出那股腥臭难闻的血浆呢？然而，对于程毅来说，这却是轻而易举之事。他可以面不改色地完成这一动作，如同饮水一般自然流畅地将鲜血喷洒出来。有时候，他甚至会拿起一根吸管，在一旁自行补充道具。然而，吐血这一动作本身并非难事，真正考验演员的是在如此极端的情境下，如何精准把握情绪的微妙变化。在摄影棚内，常常会有吹风机在一旁制造噪音，再加上口中含着腥臭的血浆液体，稍有不慎便会显得矫揉造作，格格不入。但对于程毅来说，这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他能够轻松驾驭喷血时的表情神态，从眼神中流露出痛苦、悔恨、愧疚等种种复杂情绪，让观众产生强烈共鸣。有时，仅凭一个简单的眼神或者面部表情，就能让观众为之动容，心碎不已。正是依靠着这样卓越的专业素养以及精湛绝伦的演技，在角色频繁吐血的艰难情况下，程毅依然能够将人物所承受的痛苦情绪演绎得犹如真实场景再现，深入人心。观众们对此似乎已习以为常，每当目睹他在戏中所表现出的吐血、流泪等情景时，总会被那份令人痛彻心扉的破碎感深深触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吐血对于程毅而言早已不再仅仅是一种表演技巧，更是一种形神兼备的增益效果。仅靠吐血本身并不能使他的表演生动鲜活，唯有那些细致入微的情感把握，方能使得角色栩栩如生，感人至深。在近期热播剧集《南风知我意》中，程毅所塑造的天之骄子傅云深遭遇车祸后下肢残废，沦为了轮椅上的囚徒。他的自尊心在与旧爱朱旧的重逢中彻底瓦解，整个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颓废绝望之中。在程毅所扮演过的诸多角色中，新剧《南风知我意》中的傅云深无疑是破碎感的集大成者。这位原本是天之骄子的贵公子，美好的青春年华却因一场无情的车祸而被剥夺，从此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余生。剧中傅云深实际上是一位极具个性的角色，他出生于名门望族，自幼便深受父母的宠爱，长期生活在他人羡慕的目光之下。习惯了骄纵的他，对待感情亦是肆无忌惮，
随心所欲。对于朱旧这位心中挚爱，他采取了明争暗斗的方式，全然不顾及对方的感受。然而，就在此时，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彻底颠覆了傅云深的人生轨迹。他不仅下肢瘫痪，全身遍体鳞伤，甚至连原本英俊的面庞也在爆炸中遭受了严重的损毁。从此以后，这位曾如同神奇般受人敬仰的贵公子，不得不沦为终日依赖轮椅的重伤残疾人。试想，对于一个自视甚高之人来说，这无疑是何等沉重的打击。程毅通过眼神和表情，将傅云深此刻内心的绝望展现得淋漓尽致。他那无助且自我放逐的模样，令观众几乎能切身体会到他内心深处前所未有的崩溃与迷茫。最为动人的一幕，要述傅云深和朱旧命运般重新交汇之时的情节。原以为两人将会有着天涯海角般的距离，然而命运却开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玩笑。朱旧踏进那个房间，眼前出现的竟是一个遍体鳞伤、弯腰屈背坐在轮椅之上的傅云深。他的身体情况消瘦如柴，脸色苍白的犹如秋叶。对于这样一个自信满满乃至狂妄自大的人而言，再也没有比现在更为惨痛的自卑和羞愤交加的时刻了。他的自尊心在这一刹那间土崩瓦解，整个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颓唐和绝望之中。程毅以其炽热的情感和坚定的决心，栩栩如生地呈现出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贵公子在经历巨变之后的迷惘和无助。观众仿佛能够从他空洞的眼神中窥见一个精神世界中的傅云深正在悄无声息地走向死亡。这种破碎感已远非吐血或流泪所能表达的了，它源自于内心深处对命运的抗议和无奈。这一次，程毅无疑将破碎感推向了顶峰。肖战所演绎的是一种源于内心的困惑与不安，而程毅则是将外在的破碎感发挥到了极致。两位演员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让观众产生强烈的共鸣。倘若将肖战和程毅的表演进行比较，便可看出他们分别关注角色内在和外在的表现，但都成功地引发了观众的共情。肖战在电视剧《梦中的那片海》中所扮演的肖春生，原本是一位英勇无畏的军人，堪称铁汉子。然而命运的捉弄使他在一夜之间从高峰坠落至低谷。为了拯救战友而身受重伤，下肢残废，不得不在痛苦中离开军营，同时还遭受到亲友们的背叛。这无疑是对一个人的致命打击。肖战细腻地展示了肖春生内心由阳刚转为阴柔的变化历程，让观众深刻感受到了他当时所面临的精神困境。无助、迷茫、愤怒、困惑等复杂情感在他眼中流转，令人为之动容。他的面庞与动作无时无刻不在演绎着那份深沉的孤独感与渴望重燃生命之火的执着，深刻地展现出一位英雄在极端环境下的心灵历程。尽管肖春生并未曾被生活的巨石压垮，但源于内心深处的困惑与挣扎，同样令人为之叹息。相较而言，程毅在电视剧《南风知我意》中所塑造的傅云深，则是一种由外部世界带来的破碎感。他本是天之骄子，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对待感情也如同对待空气般随意。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使他瞬间跌落至人生低谷，成为需要他人照料、整日依赖轮椅的重伤者。程毅以精湛的演技，通过眼神和身体语言，将这种从天堂坠入地狱的绝望与无助表现得淋漓尽致。观众们仿佛能够穿透他空洞的双眸，看见一个精神世界正在逐渐消亡。这种源自外部世界的打击所带来的破碎感，更为直接、残酷，令人心碎。尽管两位演员所呈现的情感力量来源各异，但最终都深深触动了观众的内心。肖战展示了一种内心情感的挣扎，程毅则将外在困境推向了极致，
二人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让观众产生强烈共鸣。究竟谁的表演更具感染力？让时间去证明吧。关于两位演员谁的表演更为出众，可能每位观众的看法都会有所差异。有些人会被肖战所诠释的内心世界的迷茫与挣扎所吸引，也有人会为诚意所展示的外在破碎感的冷酷无情所震撼。然而，无可争议的是，他们都运用了专业的技巧，成功的将角色塑造得栩栩如生。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